今天带你们来走Chowgate Market，来，这个地方你有来过吗？没有啊，第一次来啊。OK， 这个是Chowgate Market里面的一些小的lorong龙来的啊，里面有很多商店。But many shops not open also lah. Huh? What happened? All change upstairs. Oh, they moved to upstairs already. Chili more connect going upstairs. Okay. Maybe inside finish. Yeah, change inside. Okay. So you will move also. Yeah. Oh, good. All people going inside. Then what about this place? After parking. Huh? Vehicle parking. 这个地方会变成停车场啊。Yeah, 5 floor. British. Wow, I think it's 50, 60 years already 啊，5、60年了，他们要搬走了，要搬去隔壁的那个建筑物，全新的。你看啊，还没有录啊，整身都4道完了啊。这边有一只风扇，所以站在这边录一小段啊，比较舒服一点啊。不过今天的天气还是不会比上个星期我们在那个五条港那边真的是很热。好，今天在Chowgate Market 这一边，主要是要跟大家聊这支索尼全新的24mm到70mm f2.8的镜头。这个是 Mark II 的版本。其实，在2016年它是出了第一代的版本。几年后，今年2022，它就推出了这支 Mark II 的版本哦。所以今天主要是要来测试，到底这支镜头的表现会是怎么样哦。今天这个视频我就一边拍摄一边讲解这支24到70mm的一些规格，最重要是要呈现所拍出来的照片，让大家做参考。24到70mm f2.8 第二代的镜头比起第一代看起来是比较小，也比较轻。它也保持了 GM 镜头一贯的设计，有光圈 Declick、AF/MF 的切换钮。2个可以自己设定的按钮，光圈环及对焦环，然后它也使用了 82mm 的粒镜。对了，这支镜头哦，在24mm的时候，它的最近对焦只有21mm，然后在70mm的焦段最长的那一部分，最近对焦也才30cm而已，所以要拍一些特写的照片，这支镜头也蛮不错的。所以这个地方要多来哦。不然的话，以后这地方就不见了。吉隆坡像这样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也是好啦。政府就是提升这整个地方，美化这整个地方。不然的话，你看这边的环境真的是蛮肮脏的。刚才有看到老鼠啊，很多哦，又很大只啊，这样大只啊，还是这样大只啊。所以这边要多来了，所以今天我就用这支24、70mm 来测试，来拍一些照片。像这样的地方真的是很难找的啊，可能在槟城啊，在大三角，是吗？还是在你的老家就找得到。以后可能吉隆坡就没有这种地方了。来，我们走这边的。
看了很多店都没有开啊，其实是搬去别位了啊。Thank you。刚才又有老鼠跑过，你有看到吗？可能有一位踏到老鼠啊。这个地方怎样？觉得？这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来，我们走这边。来，注意后面，注意后面。这是一支变焦镜头，从24mm 到70mm f2.8，算是一支很大的光圈的镜头的。其实，在很多相机的品牌，像这样的焦段 f2.8的都很受欢迎哦。可以说每一个相机品牌都有这样的一支变焦镜头。应该是这样子说，不喜欢用定焦。应该这样子说，不喜欢用定焦镜头的，像这样的24到70mm的镜头就蛮适合的，也是蛮方便的。其实这样的镜头可以拍摄什么呢？可以说是什么都可以拍啊，街拍啊、风景啊，还是旅游啊，是蛮方便的。24mm的焦段也够广，然后假如说你变焦到70mm拿来拍人像也是不错的。坦白说，我本身是比较喜欢使用定焦镜头。因为光圈比变焦镜头大，然后体积一般都可以更小更轻。不过变焦镜头确实是比较方便，一颗镜头就包含从广角24mm到70mm的焦段，就看你本身是喜欢哪一种的镜头。会不会辛苦呢？不过你的相机会比较轻啊，我这个会比较大一点，会比较重。不过这支24 70mm哦，其实比起第一代 Mark One 的这支 Mark Two， 大约要轻了22%左右哦。这支镜头只有695克，如果是 Mark One 那一支镜头呢，那支好像是800多克。所以这支不只是轻，它也比较短，所以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哦。其实无反的相机这样子做是对的。索尼这次出新的镜头，就把它的体积跟重量都做得比较小、比较轻。全部的这些无反相机应该把它们的镜头跟相机的体积要把它降下来，不能越出越重哦。应该像索尼这次推出这支24 70mm Mark II， 它就做得更轻更小，其实是好事来的。第二代的24到70mm， 它的变焦环可以调整 Smooth 或者 Tight。Smooth 是让变焦环转起来比较松，而 Tight 就是会比较紧，必须使一些力度才能转动变焦环。这个功能好不好用就见仁见智。假如手持拍摄视频，我觉得把变焦环设在 Smooth， 那么在变焦的时候，画面会比较稳定，不容易抖动。Dia pertama kali datang sini
Tadi masuk dalam bawa dia makan, jalan-jalan. First time. Ya, first time ya. Pesan gambar. Bukan magazine, kita tes kamera. Yang ini lens dia baru punya, belum ada. Jadi Sony bagi kita orang buat tes dulu. Bukan magazine. Ini online pun jualnya bukan. Dia kedai pun ada. Sony store pun ada. OK, thank you。索尼在对焦系统，不管在拍摄照片或视频，都表现得很出色。当然，这支第二代的24到70mm 的镜头对焦肯定也很出色。索尼还使用了4颗对焦马达在这支镜头上。官方的资料说，这支第二代的镜头在变换焦段的时候，比起第一代的镜头对焦也比较快，也比较准。我觉得索尼一直在强化它的对焦系统，是让很多人跳入索尼的主要因素。等起貨落貨，落貨呢度係咩鋪頭嚟嘅？賣布啊，係咪？樓上好多賣嗰啲係咪賣衫嘅係咪？1, 2, 3. Okay, 1, 2, 3. Okay, 1, 2, 3. Okay, thank you. 镜头在畸变这方面都控制得很好，不必做什么修正都可以，指边的问题也都不存在。至于锐度这方面，不管在中央的部分或者边角，在24mm 或者70mm。光纤 f2.8 的锐度已经是很出色，我觉得在锐度表现这方面是不用再多说了。24、70进来这边呢，这个菜市场里面人又很多，所以24、70mm 这种变焦镜头应该就很方便的使用了，可以够广，然后又可以变焦到70mm 拍一些特写的照片。加上它又是 f2.8 的光纤，在这种灯光不足的地方呢 ，f2.8 也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所以24、70mm 像这样的变焦镜头还是有它的用途的。呼吸效应也控制得很好，只有少许的呼吸效应。如果搭配像索尼 A74的机身，只要启动呼吸效应的修正，都能够解决这问题。好，今天这个视频应该不用讲很多，像这样的镜头24到70mm f2.8索尼这支 GM 镜头呢，怎样都是一支好镜头来的。假如说你喜欢变焦镜头的话，是蛮推荐这支镜头的。一般喜欢使用变焦镜头的，可能都会去买24到105的焦段。不过多数这样的焦段呢，都是以 f4 的光纤起跳然后这支24、70呢，它的最大的光纤可以达到 f2.8，然后如果是在低光源之下，是相当的好用的一支镜头来的。所以今天这个视频也不必聊太多。总之索尼这次提升这个 Mark II 的版本，加了4颗很快的自动对焦的马达。所以这支镜头呢，在 subject tracking 这一方面就做得很出色。以目前来说，应该都可以预购。然后这支镜头在马来西亚大概是要卖马币9000多块。如果相对其他相机品牌的24、70mm f2.8的话，价格都是差不多一样不过最主要的是说，索尼这支24到70mm f2.8呢，可以说是在相机品牌里面，这支镜头的体积跟重量是最小又最轻的。对比如说佳能尼康还有sigma这些镜头的话，这支镜头是最小又最轻。索尼真的是做得很好。其实对于无反相机来说的话，索尼这次推出这个 Mark II， 把它的体积重量都减少的话，是一个对的事情24到70mm 第二代的镜头是一支不错的 GM 镜头。
假如你要一支全能的变焦镜头，应该买这支镜头是不会错的。像表现这么好的镜头，我也不知要说什么。有足够的预算，那么就买吧。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你已经中毒，让我帮你解解毒。我们下次再见。